索尼 Xperia 1 Mark 5，小米13 Ultra。那作为索尼新出的旗舰手机，我们 ZPH 肯定是要聊聊它的。那这回呢，给它找来了一个对手，就是小米13 Ultra。这两台手机呢，都可以说是影像狂人，而且他们的背后呢，都有比他们厉害的大哥来给他们做背书。索尼这边是蔡司，小米这边是徕卡。蔡司跟徕卡能比他俩更厉害吗？啊，当然这也无所谓啊。反正今天就来看看索尼的蔡司对比小米的徕卡，它俩会有怎么样的结果。那正式对比前呢，先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前面的照片是哪台手机拍的呀？哎，我就不告诉你，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你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。那么很多朋友都在节目里催我们赶紧聊这台索尼 Xperia 1 Mark 5这台手机啊。那么我们得自己买到它才能上节目啊，因为我们不想被厂商所左右。那帮助我们独立发展的呢，一个是您的点赞加关注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加一些中立的广告啊，不影响评测结果。当然了，这期没有广告啊，我就是说一下。那下面呢，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两台手机后置的焦段配置都列这儿了，着重说一下啊。索尼最下方那颗3.5倍到5.2倍的镜头是一颗真正的光学变焦镜头，但是主摄跟超广角呢都是定焦镜头了，没有光学变焦。小米这边4颗镜头全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在索尼的拍摄界面中 ，Basic 模式就算是默认设置了，它能快速的调节焦段，在屏幕上呢还有一个快门按键，而且还能快速的切换录像和拍照。而且 Basic 模式是最强的计算摄影模式，在大光比的环境下呢，它有很好的 HDR 效果，在夜晚拍照的时候呢，也能开启自动夜景。点击左上角的 Basic 按钮就可以调节其他模式了，有自动模式啊，有 P 档啊、S 档、M 档啊。但是由于手机是没有可变光圈的，那么这些档位呢，最大的功能我觉得就是快速的调节渐减曝光了，还是比较有用的。而且 P 档、S 档、M 档这些档位呢，在夜晚拍摄的时候都没有自动夜景，都是直出。还有呢，在大光比的环境下 ，HDR 也是很少触发的。那小米的拍照界面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，毕竟上市有一段时间了，而且我们也介绍了很多次了，这里就不多废话了，咱们下面直接看两台手机的对比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。从参数上看，小米主摄的感光器更大，原生像素更高。索尼那边的感光器虽然说也有5000万、4800万等高像素，但是它只输出1200万像素的照片。是我没找着高清模式吗？如果你们知道怎么开启索尼的高像素模式，记得告诉我哦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两边的颜色只能说稍微有一些区别啊，都很好看。小米那边用的是徕卡生动，解析力方面两边做的都非常不错，解析力都很高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索尼对比小米可以说是只强不弱。但是索尼的感光器小啊，它更容易把控变焦画质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小米用的就是徕卡经典了，颜色方面是有差别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仔细看的话，这组是索尼的更好啊。另一边的变焦画质把控方面，结果跟上一组是一样的。小米的感光器更大啊，它有这样的效果已经不错了。小米的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索尼这边是没有高清模式的，就1200万像素，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呢还是挺明显的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说，小米依旧是占优的，原生像素是小米更高，视角也是小米的更广。从实拍样片上看，虽然说小米这回用的也是徕卡生动，但是两边的颜色差距还是非常大的，视角的差距也是非常大啊。这个红边呢，就是索尼拍不到的范围。
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索尼的视角更窄，它拍摄的物体更大，所以看着更清晰。但是这不是主要的啊，主要的是在暗部细节呈现方面，小米这边有些不足。镜头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两边是都有下降的，但是小米的超广角视角更广啊，它是更不容易把控边角画质的。有这种画质表现呢，还不错呀。再看一组样片，这回小米用的是徕卡经典。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从光学解析力上来说，两个超广角做的都不错啊。小米还是暗部呈现稍微差一些。另一边边角画质的对比呢，跟上一组是一样的。但是我觉得啊，以索尼这个超广角的视角来说呢，它的边角画质应该做得更好一些，是不是不太舍得花成本啊？小米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索尼呢还是1200万像素啊。但是在解析力上呢，小米没有什么优势啊，这跟前面几期小米的表现是一样的。微距拍摄这块，我发现索尼用2倍来拍摄微距效果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呢是数码变焦。小米呢虽然说有专门的微距模式，但是它也是用超广角的数码变焦拍摄的。从实拍样片上看呢，索尼稍微强一点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它俩呢都可以说没有中焦镜头。索尼这边呢是3.5倍的、5.2倍的光学变焦镜头。那3.5倍呢肯定算中长焦了，小米那边呢是3.2倍的中长焦镜头，但是从参数上说呢，小米的感光器更大，原生像素更高。再说长焦镜头，索尼依旧是3.5倍到5.2倍的这颗中长焦镜头啊，它可以变焦到5.2倍，它是光学变焦的。长焦小米呢是5倍的光学镜头，感光器呢还是小米的更大，原生像素也是小米的更高。对比呢，先从2倍开始看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解析力方面小米的更优秀。现在是索尼的3.5倍对比小米的3.2倍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啊。在解析力方面仔细看的话，小米可以说是只强不次。而且小米的3.2倍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索尼是没有高清模式的啊，就1200万像素。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呢，比刚才就更大了。现在是索尼的5.2倍对比小米的5倍，也都是光学焦段。解析力方面，小米的细节呈现更优秀。看来光学变焦镜头在解析力方面是很难打败定焦的。不幸的是，小米的5倍也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索尼呢还是只有1200万像素，解析力方面的差距呢是很大的。再看一眼10倍焦段吧，它们都是数码变焦了。解析力方面，从野生烤鸭的毛上看呢，还是小米的更优秀啊。最后再看一组4倍吧，毕竟索尼的长焦呢是光学变焦，4倍呢它也是光学焦段，小米的4倍呢就只能靠数码变焦了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索尼也不占优势。再说前摄自拍啊，用的就是默认设置，没有用人像模式。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两边都不错，小米那边看着更精致一些。索尼自拍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机端稳，要不然会虚哦。这几组照片里呢，就有索尼拍虚的照片，眼神好的呢自己找找。前摄录像两边的清晰度还有防抖都是非常优秀的。肤色方面呢，虽然说略有区别，但是都挺好看的。索尼那边是不是像我的正常年龄17岁的效果呢？小米那边也不错哈。再说人像拍摄，索尼的手机是没有专门的人像模式的，但是它有一个散景功能，这个功能呢可以模拟大光圈镜头拍摄出的背景虚化效果，用它来拍人像也是不错的。从实拍效果上看，小米那边拍摄的人像肤色看起来更庄重一些，索尼呢稍微有些发白，但是整体的效果也是不错的。那如果让我从两边选出一个我更喜欢的，我还是觉得小米更好一些。直出宽容度，先看第一个场景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两台手机的表现都非常优秀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非常丰富。索尼这边用的就是 Basic 模式，小米用的是徕卡生动。场景的难度稍微增加一些，亮部细节呈现呢，索尼好像稍微有一些问题了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两边做的都非常好。难度继续增加，这回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亮部细节呈现，索尼确实是不如小米了。暗部细节呈现呢还是没问题的，不过呢，场景的难度再继续加大的话，小米的主摄亮部细节呈现也出现了问题，暗部细节呈现呢甚至不如索尼，超广角呢暗部细节呈现更是直接不如索尼了，亮部呢两边差不多了。那这个场景呢就是整个测试难度最大的场景了，这回亮部细节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两边差不多了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索尼的更好。那这里说一下啊，前面的对比呢，索尼用的都是 Basic 档，那如果用 P 档、S 档、M 档等呢，它的计算摄影呢会弱很多，在这种大光比的场景呢是没有 Basic 档看起来好的。同样的，小米前面用的也是徕卡生动，如果用徕卡经典呢，暗部细节也会稍微损失一些。好在呢，这次13 Ultra 的徕卡生动模式的宽容度失误是很低的啊，比12S Ultra 那会儿要强很多。
再说夜景拍摄啊，这里说一下，索尼在 Basic 模式里边虽然说有关闭自动夜景的选项，但是就算你给它关闭之后呢，到了暗的地方它依然会转圈圈，它也不能完全关闭自动夜景。如果想做到真正的直出，那就用 P 档、S 档、M 档这些选项。先看第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两边都不错，亮部细节、暗部细节都很好。当然了，索尼那边呢是自动夜景，超广角的表现嘛，暗部细节就没有小米的直出好了。场景的难度提高一些啊，主摄的表现这回亮部细节就已经没有小米好了，超广角的表现还是如此。现在是中焦的对比，两边的表现都很好。这回索尼有自动夜景加持，暗部细节呈现还是不错的。现在呢是长焦的对比，细看的话，亮部细节还是小米的更优秀一些。这个经典的场景，亮部跟暗部的光比差距是非常大的。主摄的表现，小米的直出更优秀；超广角的表现，小米出现了问题。亮部细节呢都是花的啊，拍了好几张都是这样。只有打开自动夜景之后才有些改观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在 Basic 档位下呢，索尼的计算摄影还是比较丰富的啊，相对丰富。那 P 档、S 档、M 档呢，在夜景的情况下呢，也都是直出，所以效果呢跟 Basic 档差距还是很大的。这个很暗的场景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的表现看起来都是非常接近的，但是索尼那边可是有自动夜景的哦。从女流氓小巷开始就非常的暗了，得打开夜景模式了。但是索尼呢是没有夜景模式的，用的就是 Basic 档的自动夜景。在解析力方面呢，跟小米比差距还是有的。祖传神助场景，主摄的表现差距就非常明显了，细节呈现啊，小米的要强很多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小米的更强。那至于健身器场所呀，还有祖传神助 Pro 场景啊，还用看吗？那肯定是小米的更强啊，只不过超广角的表现嘛，两边倒是差不多了，因为非常暗了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这也是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拍摄效果啊，两边的清晰度、防抖都非常棒，但是索尼那边的亮部啊有些过曝。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制效果，索尼的超广角呢视角有些窄，而且还是亮部有些过曝，防抖清晰度两边都非常不错。现在是2倍焦段的效果，可以看到清晰度啊小米那边要强很多啊，防抖呢两边还是都不错的。现在是3倍端的录像效果，两边都是光学镜头了，解析力呢仔细看的话还是小米稍强啊。现在是5倍端的录像表现，防抖清晰度都是小米的更好。索尼还有一个视频大师的 APP， 打开之后呢，它的界面更专业一些，手动调节的参数呢也比较多，而且会根据你的竖屏、横屏 UI 可以自动翻转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横着录，也可以竖着录。现在就是默认设置和视频大师录制效果的对比啊，其实是差不多的啊。一开始以为视频大师的 HDR 效果更好，亮部细节保留的更多，但是亮光越来越近啊，仔细一看，两边还是差不多的，可能当时光线稍微有些变化。索尼除了视频大师以外，还有一个电影大师。这个 APP 打开之后呢，它的 UI 是不会根据你手机的横竖来调节方向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 APP 只鼓励你横屏录制。还有一点，电影大师录制的色彩空间是 HLG 的，一定要后期啊。现在看到的就是没有后期直接看的效果，颜色非常的惨。还有就是防抖是没有默认设置好的。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制的表现，索尼那边的防抖是真不错啊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是没有小米好的，两边呢也都有鬼影。超广角的表现就谁也甭说谁了。现在是3倍端录像的表现，索尼就是用3.5倍镜头直接拍的，其实清晰度呢是它更高，但是小米那边呢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拍的啊，看起来效果更好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那结果呢跟前面3倍的是一样的。在工业设计上，索尼 Xperia 1 Mark 5还是独树一帜的。那一开始呢，我觉得全面屏时代了，还保留屏幕上下的宽边啊，不太好。可是几代产品过去了，我是越发的喜欢索尼的工业设计了。那么你们喜欢吗？这代的索尼手机还是保留了实体的快门按键，熄屏时只要按下这个按键就能快速的进入拍摄模式。在相机模式里呢，也有着非常丰富且实用的拍摄选项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快速又直观的调节加减曝光啊、快门速度等。快门按键依旧是半按对焦、全按拍摄，整体的拍摄体验是目前所有手机都给不了的。那这台 Xperia 1 Mark 5呢，还算是比较小巧，外观硬朗，但是边缘呢都做了倒角，拿在手里呢还算舒适。而小米13 Ultra 的造型啊，相比之下呢，就是一台现代的手机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了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次的对比。从成像的效果上看呢，索尼 Xperia 1 Mark 5是完全打不过小米13 Ultra 的。虽然说成像的色彩还是那么的招我喜欢，但是色彩、影调这些能随便改的东西啊，在我们 ZPH 里是不重要的。我们更看重的是不能更改的光学素质和解析力。在主摄、超广角、中焦、长焦、人像、前摄、夜景、录像上，索尼都是打不过小米的，也就是微距跟宽容度还是不错的。
但是在拍摄体验上，索尼可强太多了。那小米呢是不能望其项背的。如果你是一位摄影经验非常丰富的人，那你应该知道，就算到了今天，在各种影赛里，也没有哪张照片是靠解析力高、噪点纯净而获奖的啊，以后也不可能有。拍出好照片的基础是参与到摄影中来，而一台用起来很爽的设备是可以帮助你喜欢上摄影的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为您在选择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